好的，今天法國2-0贏摩洛哥，這姆巴佩跟鄧貝萊實在太過分了，尤其是姆總第一個進球，還讓不讓人有活路啊？儘管今天上半場點球沒罰進，但摩洛哥可以說今天就輸在了姆巴佩一個人身上。他持球進攻那種爆發力和晃動的能力，哪個後衛見了他都發怵啊。而今天這一腳像過去亨利的搓射遠角，關鍵球速太快，爆發力太強了，給摩洛哥的後衛都打立正了。那也沒辦法，為了怕姆總穿襠啊。就這樣，姆巴佩在自己參加世界杯的第20場比賽打進了剛好20個進球，而且這一場也是他職業生涯參加的第11場世界杯淘汰賽。淘汰賽的進球數達到了12個，場均進球數甚至超過了 1.0。就像賽後鄧貝萊說的，和姆巴佩一起踢球太開心了，我們都能讓彼此踢得更輕鬆，而且他還是球隊的隊長，我們同時也會互相支持。不過這種情況並不只存在於我們2個人之間，對球隊裡的每一名球員來說都是如此。所以從小組賽期間，老 K 說過2次，我個人比較看好法國隊奪冠的希望最大。而在法國隊取得了1-0之後，摩洛哥沒有辦法，只能撲出來，這就讓自己的後場出現了巨大的空間。姆巴佩助攻，鄧貝萊又進了一個，並且真的是給機會就打死角，球速還那麼快。這2位法國鋒線上的雙子星射門的能力、終結的能力實在太強，日臻化境。相比之下，負責做餅的黑人版齊達內奧里塞也是越踢越好，就只差进球了。看他的控球和節奏的把握，吸引了所有的防守注意力之後再給直塞，真的太高級了。唯一的缺點就年輕，射術還不太行。但在法國隊，姆巴佩和鄧貝萊又很好的彌補了他。法國隊確實太超標了，況且2-0領先到了比賽的最後一刻，奧里塞還在拼命的回防。這樣的法國球員，這樣的法國隊態度如此之好。今天奧里塞在場上有個轉身突破，把老 K 都給看呆了，好有靈性。所以今天的姆巴佩全場最佳，沒有任何問題，甚至助攻鄧貝萊的第2個進球，那個球也是姆總吸引了防守。但更關鍵的是打開局面的第1個進球，因為摩洛哥丟了球之後就擺不了大巴，勢必要進攻，一進攻出來就被法國隊打反擊。那麼現在的法國3叉戟，姆巴佩、鄧貝萊加上奧里塞，在本屆世界杯效率極高，3個人加起來13個進球10個助攻，姆巴佩8球3個助攻，鄧貝萊5球2個助攻，奧里塞5個助攻。就像前2場比賽老 K 說的，這不僅是越來越像02年巴西的3R，而天賦和身體條件方面是真的超過了3R啊！甚至未來的奧里塞跟姆巴佩都有極大的可能競爭金球獎。這給人的觀感方面，這3位確實比02年的巴西3R更加暴力，年齡上也更加處於巔峰。比賽中下半場，姆巴佩的腳踝被踢到了，但也沒有大事兒，這種屬於硬傷，不會影響他隨後的比賽。朋友們，世界杯一天一天，一場一場，仍然在繼續。感謝您的支持，感謝您的訂閱，感謝您的點讚、評論、熱推和分享。好，我們繼續。那麼至此，在世界杯的歷史，法國一共取得了45場勝利，已經追平了意大利，升到了世界杯歷史勝場數的第4。在他們上面有79勝的巴西、70勝的德國，還有52勝的阿根廷。而姆巴佩在法國隊104場，64個進球，36個助攻，成為法國隊史首位直接參與了100個球的球員。這超級世界杯法國球王姆巴佩，最恐怖的是他還只有27歲，所以太恐怖了。現在破密集防守，法國是真厲害。你要是低位防守，法國就往死裡轟門。姆巴佩的遠射能力實在太強，一場比賽幾十腳射門就總能進去那麼1-2個。雖然說上半場的點球沒進，但那也是自己創造的。不過這裡也確實有些爭議。根據賽後的錄像分析，有專家認為姆巴佩在和馬茲拉維發生接觸之前就已經開始主動倒地，所以並不應該是一次點球的判罰，更像是非常明顯的假摔。但看比賽的時候，老 K 還是忍不住罵馬茲拉維啊！全世界都知道姆巴佩是怎麼一個動作習慣，你知道他要趟，你還伸什麼腳？明顯鏟不到球的情況下，有啥可說的？怪就怪自己太魯莽。要是姆總上半場这點球打進去，今天的比賽更加早早的可能就打花了。公平說，這個點球屬於可判也可不判。那麼法國隊擊敗摩洛哥晉級4強，也連續3屆世界杯挺進了半決賽，而且這3屆的共同點就是都有一個姆巴佩。所以對破大巴這件事來說，一切的恐懼都來自火力不足。只要火力足夠溢出來，那比賽踢起來就完全不一樣。一場1/4決賽踢成了這樣的一邊倒，許多人沒想到，不過老 K 倒是想到了。咱們從第1輪就開始吹法國，姆巴佩、鄧貝萊、奧里塞的實力都看到了。
而今天我必須還多說一下羅馬隊那個誇迪奧·科內，這位25歲的中場球員，在場上他那個身體之恐怖，加上髒辮，看起來就像科幻片裡的鐵血戰士一樣。說起來，羅馬隊的中場還真不錯，除了科內，還有個小艾納維。今天的科內在場上真的就是戰神一樣的表現，只要哪個英超豪門請老 K 當總監，直接1個億趕緊拍下來，少半分鐘都是對科內的不尊重。而過去國際米蘭早就看上了他，就一直抠抠縮縮的拿不下。哎，可惜了，這世界杯一踢完，身價鐵定暴漲。這樣的科內竟然有阿森納的傳聞說阿森納專注於吉馬良斯，科內不是優先目標。吉馬良斯馬上就29歲了，超過7000萬英鎊的身價，而且還是個巴西人。巴西球員的職業生涯能踢多久？所以有時候歐洲足球這些所謂專業人士傻乎乎的行為，看着真讓你生氣。老 K 就一句話，如果科內真能到阿森納投奔阿爾特塔手下，那絕對會大放異彩。在賴斯身邊，他甚至能把大米先生的光芒給掩蓋了。還有昨天的賽前預測，老 K 專門給於帕梅卡諾做了很長的一期足球紀錄片，好看呀。今天大家看看於帕的發揮，真是讓人眼饞。儘管今天的解圍差點進了個神仙的烏龍球，但於帕真的是後防線上的戰神。摩納哥隊無論你誰，不管你想殺速度還是拼技術，過來一看見於帕，說不出的就害怕，過人也過不了，速度也拉不爆，真是被防的一點脾氣都沒有。畢竟是過去能單防登貝萊的男人啊，就他在那兒站着跟堵牆有什麼區別？所以2026年的今天，任何一支球隊有於帕梅卡諾都不用羡慕其他隊的後衛，那防守能力肉眼可見太強了。摩納哥今天之所以打不出来任何進攻，關鍵就是於帕，而且除了威力猛，他還有大眼萌啊。連老 K 女兒看了昨天的視頻都說，哎，這於帕梅卡諾看着傻乎乎的，真可愛。好，主教練德尚呢，今天没有讓巴爾科拉上，讓杜埃首發。杜埃今天踢得還行，但還是太毒了。只是在破密集防守的時候，杜埃的作用更大。而當法國隊進了一球之後，对方開始攻出來，這時候就可以上巴爾科拉。今天姆總進的第一個球也算杜埃的助攻，小年輕嘛，畢竟才21歲。對了，這裡也有段冷知識，3年前2023年，當時杜埃被徵召參加法國 U21的土倫杯，可是小將卻沒有過來現身。當時法國足協內部關於要不要處罰他有一段討論，法國 U21隊當時的教練組曾多次嘗試聯繫，還想從雷恩隊的體育總監弗洛利安·莫里斯那裡得到一些答覆，但始終沒有得到任何回應。最後杜埃沒有來，也沒有任何解釋。那一次的法國隊在埃梅里和特爾的帶領下，最終獲得第4名。這件事在法國足協讓許多人相當不爽，內部就有些人想殺雞儆猴，就像當年的特奧·埃爾南德斯無正當理由缺席了法國青年隊的集訓一樣，想處罰他，但沒有走正式的程序，因為討論很激烈，法國足協最終怕杜埃改國籍，沒有處罰。所以忍一忍，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大家還千萬不要以為法國人才濟濟，足協就有多牛逼。咱們杜埃說不來就不來，這要當年真處罰了，現在法國隊就沒有杜埃了。所以目前老 K 能想到本屆世界杯能夠阻止法國队的方式已經極少，理論上也許就只剩下西班牙還有一點可能通過中場的絕對壓制試一試吧。但前場3叉戟的質量差法國隊太遠，整體的進攻線就不是一個檔次，而且法國後防也穩，每個位置都嚇人，所以只能說西班牙隊是一個解題的思路，但真打起來怎麼回事也不好說。法國队要是贏2球以上也很正常，只要正常踢，法國無論對誰是真的明顯的太強，也就巴拉圭那種搞法給他們制造了一點困難，但其實裁判但凡正常點，巴拉圭也不可能一個黃牌都沒有。OK， 關於姆巴佩，今天的克洛普在節目中談到了自己當年是如何爭取姆巴佩加盟。克洛普說，我們利物浦以前為了引進姆巴佩確實下過苦功夫啊。當時我們利物浦一行人特地從布萊克普飛到了尼斯，到了尼斯，姆巴佩全家人都登機了，那是一架私人飛機，裡面好像有5個房間還是怎麼着，反正特別大啊，真是我們是下了大本錢的。然後我們就一直和他的家人們一直在天上盤旋，一邊跟他的家人溝通，一邊都享受了一頓大餐，就在飛機上。而之所以在飛機上談，也是不想被別人看到。是的，絕對不能被任何人看到。我們就在那兒繞着圈兒飛呀飛，整個過程的體驗還挺棒的。不過最後他還是去了大巴黎。但有趣的是，今天賽後，姆總說，這支法國隊還不是我效力過最強的球隊，
但他是潛力最大的一支。我一直說最好的球隊是那些能贏球的球隊。哎，這母總真是未來當總統的料，太能說話，太會說話。他的意思強不強，一切要看拿到什麼榮譽，這真的沒毛病啊。那麼現在法國隊4強戰，黃牌全部清零，他們可以全員備戰世界杯半決賽。巴爾克拉、科內、奧里塞3位吃到了1張黃牌的球員不受任何影響。那麼好的，今天的重磅新聞，首先紐卡斯爾聯隊已經原則上同意，要想簽下曼贊比，和球員已經就個人條款達成一致。紐卡也和弗萊堡就一筆價值4900萬英鎊的交易達成協議，但這筆轉會還沒有最終敲定，曼贊比很快就可能成為紐卡的球員。這買得好啊，世界杯真的就像萬國博覽會。看了曼贊比在比賽中的表現，很期待他在英超的發揮。另外，關於阿根廷和埃及隊的比賽，關於薩拉赫在阿根廷禁區內和阿爾瓦雷斯的那一下，國際足聯首席裁判官著名的光頭科尼納已經明確表示，沒有人可以聲稱國際足聯的裁判工作會受到任何人的影響。薩拉赫和小蜘蛛是正常接觸，這樣正常的足球接觸不構成犯規。當然，一些判罰中始終會存在主觀判斷的成分，但我們對這一原則在本屆賽事中的執行情況感到滿意。好，關於英格蘭後衛誇安薩，他因為在1/8決賽對陣墨西哥得到的紅牌，現在正式被停賽2場。所以老 K 說的沒錯呀，人家美國川普那是面子大，你英格蘭也跳出來鬧鬧鬧，你有那面子吧？你看最后黄了吧，本來可能1場禁賽，現在給你变成2場。這萬一英格蘭和阿根廷都進了局，誇安薩打阿根廷的時候還上不了。OK， 轉會市場，莫騰尤爾曼德將加盟馬德里競技，羅馬諾 Here we go， 轉會費4000萬歐元加浮動。27歲的丹麥球員尤爾曼德過去效力於葡萄牙的葡萄牙體育，他已經完成了加盟馬競前最後的體檢。OK， 另一條新聞，這2天有個巴拉圭的女參議員巴拉巴拉不知道怎麼地說了許多種族歧視的話，特別是針對姆巴佩。現在法國足協官方已經表態，將對姆總遭受到的種族主義言論採取法律行動。法國體育部長也怒斥這位巴拉圭的女議員，而老 K 壓根就不想報道她，實在太惡心了。另一方面，英格蘭的中場球員亨德森在世界杯3-2戰勝墨西哥後，他在一次意外中手臂徹底摔碎了。當時亨德森和隨隊的球迷慶祝，想跳躍廣告牌，結果滑倒，落地姿勢不當導致了骨折。他被擔架抬離了現場，還吸氧治療。由於需要手術，他已經確定缺席英格蘭隊剩餘所有的世界杯比賽。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落地的姿勢非常重要。老 K 一直提醒孩子們，摔跤的時候千萬不要用手去硬撐。因為我高中的時候就看過一位同學在籃球場一個不小心摔倒的時候，手一撐，現場就骨折了。那麼接下來輕鬆一下，亞馬爾的女友最近轉發了國際足聯的消息，並且給亞馬爾送上了留言，明確表示自己希望看到西班牙爭冠的一個原因，就是也能去看看賈斯汀·比伯的演唱會。他寫道：親愛的，想盡一切辦法進決賽吧，你聽見了嗎？想盡一切辦法。這是因為國際足聯剛剛公布了部分將伴隨7月19日世界杯決賽登場的表演安排，賈斯汀·比伯將成為決賽中場表演的藝人之一，他將和夏奇拉、麥當娜還有防彈少年團同台亮相。而另一邊，過去菲利克斯的前女友馬吉科塞羅最近打破了沉默，堅決否認他和西班牙國腳波羅有過任何戀情。他稱圍繞着自己和菲利克斯和波羅的三角戀傳聞純屬捏造。在之前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比賽場上，引發熱議的事情就發生在菲利克斯和西班牙球員波羅之間。這兩人因為過去曾經和馬吉科塞羅的舊日的緋聞關係緊張。事情是這樣的，過去有2個片段在社交媒體上瘋傳，一個是在一場比賽結束的時候，當時效力於葡萄牙體育的波羅將自己的球衣遞給了馬吉科塞羅。第2個視頻是在里斯本的一家夜店裡面，2個人交談並且擁抱，被許多人解讀為正在調情或者有更親密的關係。那2個視頻讓事件迅速的發酵，在2022年3個人都被迫出面回應。波羅在社媒上寫道：我和女孩關係特殊，但沒有人背叛任何人，我的形象不會因此被玷污，請停止抹黑我們3人的形象。馬吉科塞羅也堅決否認2個人之間發生過任何事，並透露自己因為這些謠言受到了死亡威脅。當時的菲利克斯幾天以後也打破了沉默，發文說馬吉的形象正被這些無稽之談抹黑，沒有人背叛任何人，到此為止。
但後來菲利克斯還是和女演員分手了。那麼整整4年以後，7月6日，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這場比賽似乎重新點燃了兩人之間的不滿。我們看到菲利克斯在被波羅犯規以後反應很激烈，裁判也在波羅道歉以後警告了他，避免了出示黃牌。而馬吉科塞罗現在新的交往對象已經是 F1 方程式賽車的車手，2025年度 F1 總冠軍英國的兰多諾里斯。而其實馬吉科塞羅這個女孩在和菲利克斯長達4年的戀愛期間爆出過多段緋聞，除了波羅，還有葡萄牙本菲卡的前鋒贡薩洛拉莫斯，還有一個葡萄牙男模啊等等。好的，世界杯仍然在繼續，感謝大家對老 K 的支持，感謝您的訂閱，感謝您的點讚、評論、熱推、分享，讓我們明天再見。